听我半席话，打发无聊吧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泛无聊。感谢道行天下支援的叉社金破天。外包的正面是一个金破天的漫画峰会，背面依然是仿G1玩具的大乱斗背景。配件喷射特效件一个，金破天的面雕有6个，颇有 FT 的风格啊，设计不够，面雕来凑。能源宝项链一个，这个能源宝呢还能拉开。叉社金破天实物拿上来就是这样的，可能我的镜头里边是一个蓝色的呈现，但是呢，整个玩具是一个比较淡的紫色珠光漆的呈现。这些紫色部分啊，它全用的是珠光漆，所有的白色部分它都上了一层白色的涂装，其他这些钢铁灰色呀也是涂装的点缀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这个金破天整体的人形呢，它做的壮硕程度有些过了。加上没有这个收边倒角，你就显得整个威震天啊特别的臃肿，包括这个胳膊也是。小臂由于要参与变形的这么一个设计啊，它的小臂做的特别的粗壮。其实呢，这个小臂再压缩啊，就显得这个整体身形就好看一些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它要参与变形。虽然啊变成炮，它这个手是外露的，但是这个胳膊的确是在参与变形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脚，由于它这回这个脚部呀是一个不对称的密合式变形，所以呢，这个脚做的就放弃了一些美型程度上的这种曲线的收边倒角的刻画。你就看这个脚啊，好像2个圆筒子一样啊。这个设计师也是真的是下了大辛苦了啊。而且我们仔细看这2个脚的涂装啊，由于是参与变形设计的关系啊，这2个涂装都不一样啊这块。接下来我们再说这个臂炮，这个臂炮也是啊做的太粗壮了，跟这个身形有一些比例不搭了，它应该做的再细一些。这个设计师这回真是舍得用材料啊，这个范围图画的有些大。这个炮如果再细这么2圈的话，就跟这个身材能做一个美型上的匹配了。单以这个臃肿的炮来说呢，实在是太粗了啊！感觉这个以金破天这种壮硕的身体，拿这个激光炮去打别人啊，他自个儿都扛不住这个激光炮的后坐力，真的是这个激光炮太粗了，而且呢弧度也没做好，感觉就是一个大筒子啊，跟这个脚部一样，就是一个大筒子。怎么说呢？弧度不大的就过来了，没有我们印象里像官方的宣传图也好，动画片里也好那样，这儿有一个弧度很大的一个收窄啊，这个炮就没有。从背部看呢，整个金破天就是相当干净了，比起 FT 那个金破天来说，就是相当干净了。当然了，他俩的美型是半斤对8两啊，50步100步都是逃跑，谁也别笑话谁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大腿这块啊，看见这儿掉漆啊，这就是整个叉社金破天的另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只要变形过这么1、2次，总有掉漆的地方。我是这块，你看都能蹭下漆，还有一些紫色的部分边缘啊也能蹭下漆。这回这个金破天跟这个 FT 一样啊，感觉现在谢老板看着 FT 那帮邪教徒满脑子价格高就值得买的那种不正常的思想啊，谢老板也想向 FT 靠近啊，上珠光漆上漆，然后呢掉漆啊，跟 FT 的风格是逐渐接近了啊。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面雕呢死板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我手里这款叉社金破天的面雕呢，就很容易掉啊，一变形就掉，因为它有个变形步骤，其实也根本不用转什么脑袋，就是把这个掀起来，把脑袋贴上去，就这在活动其他部件的时候啊，这个面雕嘣儿就掉了，以至于我一变成激光炮，就还得找这个面雕再安回去，最后生气了，我直接把面雕卸下来算了，太容易掉了，这个面雕就这么，你看我都没怎么使劲啊，轻轻一扳就全掉了。你安的时候啊，你肯定觉得我先把面雕安上去啊，然后再套这个头盔啊，不行啊，你不能先安面雕再套头盔啊。我们看见头盔里边有一个豁口，你必须把这个面雕跟这个头盔先结合好以后，你才能往上安，这才能好安啊。都弄好以后啊，往上一安。但是呢，我说的好安是指你抱在怀里边好安啊。
像我刚才伸手也是挪对了半天才按住的，因为窟窿眼啊不好对，因为看不着嘛。美型上还有个缺点是什么缺点呢？就是大腿和腰间这块啊缺肉，缺的太厉害了，没有一个美型上的过渡。腰、大腿，然后中间一个大缺肉，还有就是这个部位缺肉啊，太厉害。你可以拿这个遮掩一下，但是你摆的这个动作呢，基本就幅度小了。主要是这块太缺肉，当然了，膝盖遮挡件是在这儿呢，这个纯粹是一个变形的这么一个需要的步骤，按正常应该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架不住你着忙想做个什么动作啊，嘣儿一下，这个脱肉就脱得太厉害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属于设计上的原因啊，情有可原。整个可动呢，前踢没问题，屈膝呢，你就得屈这儿啊。要不然这个美型上就会有一个大缺肉。脚部呢稍微有一些这个左右挪动啊，但是幅度不大。还有就是我想说这个脚啊变形个1、2次啊，这个脚就特别松，这个关节好像就没什么卡的了，脚尖也松啊。后踢呢把这个裙甲先翻起来也没问题。目前来说这个关节啊应该是新玩具的过啊，就是你能感受到一定阻尼感，但是呢撑不住。这个就能撑住，这是做工的问题啊。那这个就是做工的问题啊，不是关节的问题啊，是工人螺丝松紧的问题啊。啊，这个腿就是松，后踢也撑不住。这个后踢还行，那这个就不用我来回甩了啊，大家就能看出哪个腿松哪个腿紧。然后腰部有转动。肯定不是齿轮啊，就是个塑料轴，基本也没什么声音。胳膊没问题啊，虽然你听不着齿轮的声音，但是这个合金件跟这个部件的阻力感还是挺强的啊，没问题。肘部啊，你能听见一些齿轮的声音，曲肘呢也能翻到这么大。其他嘛，这个威震天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们直接就变形吧。头一步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腰部掰开啊。腰部掰开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第2步，我们要把这个后裙甲翻进去。接着我们把这个部件旋转过来，打横推进去啊，不是往上搓，是推进去。哎，再密合，把大腿呢稍微往外撇一撇，然后呢旋转这块啊。把这2个紫色的膝盖对住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个脚。先把脚部呢往后拉，这条腿呢有个后盖，必须翻起来。看这都能豁出一个豁口来啊，就是往上扳这一下。整体呢把这块打开，打开以后呢，整个把里边这一坨啊全翻出来。翻出来以后呢，打平，对好。这块也是啊，整个拉出来，整个把这儿呢打开，把炮架子零件呢整个就抽出来。弄好以后呢，再把这个腿合回来，这面就不合了。把膝盖的零件呢塞到紫色部件里头。接下来呢是关键的一步，这个脚尖啊必须挑起来，然后呢把这块打横，然后呢塞到这个腿里头。你必须把这2个脚板调整好了啊，你才能很好的密合这2个腿。这有2个窟窿，对应这有2个凸，直接就盖过来。把正面这2个窟窿弄好以后，按瓷实了，这有个窟窿，这有个凸，顺势呢就盖过来。别着急变这个片儿啊，我们先把这2个2次锁定的零件再翻出来。这儿有个凸，这儿有个洞，我们利用这个零件做一个2次的锁定。锁定好就是这样。利用这个凸和这个零件翻起以后有个窟窿啊，我们做一个第3次的锁定。这时候呢，你旋转这个脚底板，再做一个第4次的锁定。
如果说是你先锁定脚底板，再锁定这些部位啊，你要有一些不合适的话，弄不密合住，你还得拆这个脚板，所以说最后锁定它就行了。把这个补肉件呢翻起来，整个腿部呢变形就完成了。变完下面，我们开始变上面。首先呢，把头雕就卸掉它，我嫌它掉的麻烦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卡扣，整个把它揪起来，看这个连接部分，整个把它拆开。背部这儿有个卡扣，整个拆开。握住这两个部件，往外松一松，就把里边这个紫色的卡扣也就拆开了啊。我们整个把这个背部拿出来，按这个胸口，把这块呢翻起来。为了变形方便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腰部啊先密合回去，整个把头部密贴过来。履带跟这个白色的盖板呢有一个造型上的勾好卡扣啊，我们把这个抠出来，顺势呢把这个履带就整个展开，接着把整个胸部向下扳，这个架子毫无疑问向下放。变到这个地步啊，金破天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我们要打破重组。首先变的是这个部位，你肯定看到这个口跟这个口啊，我顺势插上去不行啊，你应该先把这儿翻起来，然后呢整个翻过来，翻过来以后呢，把这块合过来。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你不能插这块啊。如果你提前把这块固定好了，就没有空间往进塞这个紫色的片片了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棍儿啊做一个美型上的补充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收拾这一块啊，先把上面这两块呢挑起来，这是有卡扣的啊，然后呢放平，然后把这个部件呢贴上来，贴上来以后呢旋转一下，这儿有个窟窿，这儿有个小凸啊，咱们就把它合住，再把这个部件呢抠起来，抠起来以后呢分开，旋转上来。切记这个部件这块啊抠一下，一定要把这两个小板子啊抠出来，做一个密合，就是这个紫色的跟这个白色的做一个密合。这个部件呢利用轴往上搓，哎，凸对应这个窟窿就能密合。但是你别密合啊，你就先在这放着。为什么？你白密合，把这块再挑出来，拉出来以后呢放下来，也是一个美型的补充件。为什么我说这块白密合可不指的是这块啊？因为它，而是因为后续别着急。整个变完以后呢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板子放下来，跟这儿做一个结合，就靠这两个凸。但是这两个凸呢，由于变形的需要，它太短，不光短啊，它这两个小板子还特别活，因为它必须做的活，怕你撇断了。需要做个连接呢，就是靠这两个活动的板子显出来的凸呢，要跟这个腿这儿有两个窟窿做一个结合。你这时候呢，结合住，把后面卡住以后呢，你再把这两个卡扣对好以后，整个挤，哎，这时候基本就没问题了。因为这个卡扣太小啊，你要提前说密合住，你再对这面的卡扣，它还是会开的。我指的是这两个卡扣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部件朝前提，然后呢旋转，胳膊肘呢向后翻，翻到什么地步呢？看这儿有个窟窿，跟这个白色的凸啊能做一个结合就行。这面也是一样啊，往起转，利用这个凸跟凹一个结合。下面我们开始变这个胳膊，把这个白色呢旋转到前面去，然后把胳膊旋转，把这个手呢也旋转，把小臂甲整个旋转出来，把这块呢整个搬出来，把炮呢再做一个旋转，从根部打开，整个呢把这块就掀开，翻下来，把上面呢打开。我们从底下看啊，把这块整个合下来，靠这个紫色部件的凸和这儿这个窟窿呢做一个结合。卡住以后呢，把这块安上去，把炮呢左右分开，拉出来。手炮弄完以后，我们把这块啊整个翻下来，这儿有一个豁口，一定要用这个豁口弄这个凸，
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合金件旋转一下啊，顶住这个凸做一个定位。它不是卡扣啊，它只是个定位。用这个合金件定好位以后呢，我们把这片整个就翻过来，契合到这个框框里就行了。这个炮的主要固定啊，不是靠这个，也不是靠这个，而是靠这块，这才能把这个炮绷住。没完事儿，这儿有个凸，跟这个片有个洞，要做一个结合。把这个补充件呢翻过来，密合一下。整个手臂变完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炮架子密合过来，然后利用这两个凸跟这两个眼儿做一个结合。激光炮变好以后，安上喷射特效件就是这个效果。这个喷射特效件太长了，我们把它卸了吧。卸了特效件以后，我们看这个激光炮的载具形态，基本还原动画片，但是这块做小了，这块做小了。变形的时候啊，这一步是最麻烦的。它麻烦在哪儿了呢？它麻烦在，并不是因为它这个设计不好，而是这个做工没达到这个设计的要求。首先，这儿密合的卡扣和这儿密合的卡扣太短，它不敢做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这个胳膊在中间做一个类似于炮身的环箍，这个胳膊你要调整不好，就很容易密合不了这两个。所以呢，他选择了用短卡扣。如果用长卡扣能不能？能，容易掰断，就会起到这个超级人来那个长卡扣的作用。他为了避免掰断，他做了个短卡扣。短卡扣是短卡扣，但是呢，密不住，卡不住。就是说，你只要变形一变别的部位，上半身调整手也好啊，或者是弄这个炮也好，这两个卡扣就会脱开。我说过，这个板子啊太松，一脱开的话，这个板子就叠回去了啊，你然后还得拆开往出挑这个板子。所以说它变形这块麻烦在哪儿了？不是设计的问题，是这个做工的问题。怎么说呢？你做的不要上漆，你就纯塑料件，不用做的那么光滑。这两个卡扣就是增加这个摩擦力啊，让它塞得紧一些，摩擦力强一些，你就不会因为变其他的部件导致这两个卡扣就掰开了。除了这两个卡扣以外，其他变形步骤不敢说是行云流水吧，但也是顺顺利利的就变下来了。基本上就是你变到哪一步，该有的卡扣啊都能锁定住。虽然这个卡扣啊稍显繁琐，它为了还原一个人形载具尽量贴近动画这么一个效果，有繁琐，而且呢还有缺点，就是这个手部啊，这个手部呢，其实咋说呢，还不如啊你做一个窝形手啊，就是窝回来呢。你这个胳膊也够粗啊，应该是掏个窟窿放下这个手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可能是基于成本的考虑啊，就那么窝着吧。啊，这点学官方了啊。啊，有没有空间弄回去？有，但是我尽量给你窝着。虽然这一块是你变形中需要调整最多的部分，但是呢，我负责的跟你们说，这个叉社的惊破天变形设计，咱单以设计来说啊，变形过程来说，变形的流畅度来说，比 FT 惊破天，我保守的说强了5倍。如果说我夸张的说，能强出12倍。好赖，这个是有逻辑的。下半身它做了一个不对称的密合，上半身打开以后整个打散，然后变形好以后再重新组合，有大块的挪移。就是整个变形过程中啊，大块的挪移占了绝大部分，小部分是这种片片的包裹修饰。可惜的是，极关键的部位它用了一个片片的这种修饰，但是这没办法啊。这个设计师，我觉得这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展现出目前来说他所能达到的这个设计水准的一个最大的展现了啊。比 FT 惊破天好玩指数直上5颗星啊！如果说相对于 FT 惊破天来说，这个惊破天可以用太棒了3个字来形容啊！当然了，它的人形还是过于壮硕了，但是这个载具炮啊，真的是怎么说呢？你只要不专门看肚子底下那对手啊，无论是这个方向、这个方向，还是这个方向，都是可以的。唯一就是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做工太伤这个设计了。谢老板还是为了省成本，其实这个地方呢，你完全可以做一个
片片的这么一个抽拉，再往起抽一节儿，哎，就显得这个炮就匀称多了。激光炮呢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这儿了，其他部位啊，真的是我觉得是比破碎的 FT 真是强多了。它虽然也有缝缝，但是呢，整体这个机械感造型呢，怎么说呢，强于缝缝对你的这种不适感。整个变形过程呢，我说过，绝大部分都是块状挪移，然后是小部分的片片包裹，就是你能感受到啊，这个设计师的逻辑。咱就说不跟 FT 加惊破天比啊，咱不欺负 FT 加的惊破天了，咱就跟叉社以前那些产品比啊，我玩过的那些垃圾啊，支离破碎通天晓，扇面反转救护车强了最起码不止20倍。我单指的是这个变形设计啊，这回这个设计师啊，我不知道谢老板是从哪儿找的，很明显跟那个破碎通天晓，跟那个破碎变成大扇面再旋转变车的救护车一相比啊，这个简直是太棒了，好玩多了，逻辑性太强了。这个变形设计啊，下面脚简单明了，上边打开，然后呢反转变形重塑。它麻烦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麻烦在这儿。为什么我再三强调这块呢？如果说它这个卡扣想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，就是基于谢老板这个做工啊，想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把这个卡扣做得更怎么说呢？不是两面受力的这种情况下啊，不作为一个整体的上下连接融合部件的情况下，再把这个卡扣看怎么挪一下，你是外扣呢还是内扣呢？怎么弄一下的话，真的这个叉社惊破天是我目前为止啊，在这些3-5小作坊里玩到的最强的一款威震天了。怪不得啊，那天看微博啊，有人问叉社你这个定价是多少？谢老板很不含糊啊，上来就是880，底气啊，源于这个超强的设计。看来谢老板也不是不懂设计的人啊，他自个儿卖出那么多垃圾设计玩具，这回闹了个惊破天，他也知道这个设计比 FT 惊破天强，比自家出的那些什么通天晓救护车强啊，所以底气来了啊，上来就喊880。但是平心而论啊，这个设计师真的是跟他家以前的设计师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明显这个设计师啊很强的这种逻辑。当然了，他这个变形逻辑也是在工作中一步一步迭代累计出来的。这个变形逻辑真的是就是这一步前后夹击的卡扣，哎呀，真的是太难受了。真的那个手啊不收纳我也能忍啊，从这个省成本的角度上我能安慰自己，但是呢这块真的是它虽然做到了一体性啊，上下连接的这么一个融合，但是这个卡扣弄得你实在是，你们谁变形谁知道啊，太容易脱扣了这两个卡扣。而且呢，它这回其他部件呢是围绕着这两个卡扣啊，我指的是人变炮的时候，围绕着这两个卡扣，他们在做这个卡扣上的来回锁定啊，像这块、还有这个炮架子跟手臂啊，就是来回的锁定。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卡扣为着力点，包括这块也是啊，就是一块挤。当然了，这个挤是很好的，就是从各个方面开始利用各种劲儿啊，往上定这个我们木匠里边叫这个楔子啊，就往进定这个楔子，开始紧扣，挺好。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个设计师再静下心来，把这一块卡扣位置改良一下，那就更棒了啊。我们再说回这个设计师，为什么我今天玩到这个变形设计以后啊，当然了，如果说老玩官方的话，你玩这个设计肯定觉得啊没有惊艳到哪儿，可能也就是腿部这个密合啊，空间的容错利用很好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是，当我玩到这个叉社惊破天设计的时候啊，面对这种逻辑感和这种尽量是块状挪移、少量的片片包裹的这种。和一个载具上的修饰啊，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师真的是有进步啊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贴吧有一个帖子啊，说这个叉社的设计师啊是钢铁心啊，而且还编了一大段悲惨的这个故事啊，被人坑，又干这又干那。那篇帖子我负责的跟你们说啊，纯属撇逼，按我们大同话，纯属撇逼，造谣帖，大家不要相信啊。现在真的是这些人们啊，为了
弄点评论啊，他妈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都敢说啊！真的，有时候我现在感觉这个人啊，这个社会不知道怎么了。自打疫情之后啊，大家是不是真挣不上钱了？可能是流量好变现，为了博流量啊。以前我说有的人为了流量，良心都不要了。疫情之后，很多人为了流量，人都不当了，真的人都不当了。咱就不说他长没长那颗人心，他连人都不当了，你都不知道他为了流量，人皮底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咱们翻回说这个帖子啊，胡说八道啊，吸引关注评论，扯淡啊，纯属撇逼。这个设计师，我负责的跟你们说，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设计师他进步了？因为你们想也想不到，如果说你们手里边有叉射惊破天，你们玩了叉射惊破天，你们如果有 AAT 柱子，就是我拿锤子砸烂那个柱子，你们也玩过的话，你们根本想不到这两个玩具居然是一个设计师，就是被我砸烂的那个柱子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叉射惊破天。你们一下就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设计师他在进步了吧？虽然他还有一些没有静下心来能做到完善的这个步骤，但是我依然今天对这个惊破天的变形啊充满了这个褒义之词啊，就因为我看到了这个设计师的进步。你们想想 AAT 那个柱子让我玩的我都快疯了，最后我宁拿锤子砸烂了。也就是1-2年的事儿吧，那个是不是2024年我干的事儿啊？紧跟着2026年都不到2年啊，因为2026年才刚开始，这个设计师就拿出了这款作品。我不敢说这个惊破天的设计它有多么的巅峰，但是我敢说这个设计师在进步。而且这1年多天气里啊，这个设计师按评书里边的说法，没吃干饭，真的是潜下心来在设计这个玩具。虽然这个叉射惊破天在设计上啊，我单以设计来说，咱不说玩具的整体这个素质和品质，单以变形设计上来说，虽然它还有一些没静下心来能完善的地方啊，真的是这个设计，我觉得是所有3-5小作坊里啊，与时俱进的，能保证这个人形像惊破天，载具像这个惊破天变成的激光炮，加上变形这3方面里边啊，真的这个惊破天的变形是最强的，就这个变形逻辑。设计师我们说完了，我们再说这个玩具的整体素质。谢老板张口880，如果说你这个玩具你的做工、卡扣、料子、你的涂装、你的人形、你的载具达到了这个设计师的要求啊，就是人形我们做的在怎么说呢，略微的壮实，但是不要太壮硕了啊，像这个壮硕的有点臃肿了。人形炮呢，弧度再做的好一些，这个载具呢，卡扣做的再紧一些，整个漆呢你不要掉。如果说你把这些都做好了，你喊个880，没问题，说不准我都替你吹一波。这与其1000多买的他妈的不能玩的 FT 2.0 惊破天，你哪如880买这个叉射惊破天？可惜的是，这个玩具只有变形设计逻辑最突出，其他地方包括人形的美型也好，载具的这个小棍棍也好啊，缺失了一个激光炮很标志的这么一个棍棍啊。然后就是掉漆问题，然后就是卡扣问题，导致呢，你谢老板喊这个880，貌似有些底气不足。怎么说呢？冲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变形设计的进步，真的，我是真的没想到这个设计师是 AAT 组织的设计师啊。冲这个设计师他能进步啊，他能潜下心来学习，好好做设计。你谢老板定这个880，再难听的话我也不说了，但是我只能说一句，肯定不值880，你们等吧，等跌价吧。其他嘛，这个玩具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那么这期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